是哪儿旮瘩呀？等等，我好不容易死了，才又活过来了。白鹤冉，就你也妄想回府分去大小姐嫡女的尊荣？你死了这条心吧！14年都没能把你给病死，也是命大。哼，命再大，今日也到了头。二小姐，要怪就怪你死了，亲娘还占着嫡女的位置。从今往后，文国公府只有大小姐一个嫡女。18年前，文国公为攀附藩国势力，娶郡主淳于兰为妻。后淳于兰母家造反，下了大狱。文国公火速休妻，将淳于兰母女赶了出去。拉扯间，淳于兰撞柱而死。亲眼目睹惨剧的小白鹤冉自此心魔缠身，灾病不断，成了文国公府的耻辱，被强行送到乡下，名曰养病。我好不容易被仇家一枪打中心脏嗝屁了，咋又借尸还魂了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！你好啊。你竟敢！赶紧打，快点，憋死我了！你背上什么东西扎人？这要拍死我吗？那就该多使几分力气，我才能死得掉。我是毒脉白家的继承人，天生血脉秉异，百毒不侵，血中带毒也能解百毒。被我摸到的人都会有过敏反应，可他似乎对我的接触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不得不说，这男人可真好看。站住！你中了毒，最好不要说话。这温泉水里的硫磺酸能压制你体内毒性，你一说话可就破了功。再多说几句，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你刚才不好意思啊。你闭嘴！你不是问我背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就是这些针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它们拔出来？我只不过在边关打了1年的仗，如今东秦民风已经开化到这种程度了。不能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至于吗？咱们萍水相逢，虽说有了那么点点肌肤之亲，但也是情非得已，无心之过，没必要因为这个就要打听我的老底，要我为你负责吧？喂，给句痛快话，能不能帮我把背后的针拔下来？作为报答，我可以帮你解毒。他竟能帮我解毒，莫非真有些来头？我自小就怕女人碰触，除了将我养大的皇后和她女儿君临溪外，其他女人只要离我3步之内，我都会打喷嚏，一经碰撞还会起疹子，可我却没有对她产生排斥，真是奇怪。喂，一个大男人别婆婆妈妈的，到底行不行？你给句痛快话。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虽然他举止都像个疯子，可似乎还不是太讨厌。我给你拔，究竟什么人竟狠毒到对一个小姑娘做这样的事？谢谢啊。你说替我解毒？跟你说了不要多说话，没记性。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男女授受不亲？懂不懂男女有别？最要紧的是别在什么地方？真是麻烦。幸好有这温泉里的硫磺酸一直压制着，你这毒已入了丹田，人一出水可就要游走全身了。我刚刚给你扎针驱毒，兄弟你激动个什么劲儿？半个时辰内不要用内力，之后便没事了。这就算是我今日轻薄了你的补偿。今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咱们后会无期，两不相欠。冲着你来的吧，来人至少20个，能摸寻到这儿，想必也是猜到了你会借用这眼温泉来抑制毒性。为何就不是冲着你来的？13枚银针扎进肉里，想来结的也不是小仇。被人扔下来的吧？扎我推我的是2个丫鬟，可没眼下这般阵仗，能取49只红尾壁虎的尾巴制成奇毒加害你，这仇家来头可不小，你的来头更不小。我与你萍水相逢，可不能跟着趟这浑水。你擅自珍重，我先撤了。你走了也好，此事本就不该牵连，多谢你替我解毒，咱们后会无期。罢了罢了，毕竟我刚刚摸了你，
总不好转眼就弃你于不顾。本姑娘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。你别拉我，我不上去。不上去在水里等死吗？你半个时辰不能使用内力，那些杀手一人一巴掌拍都能把你给拍死了，还给我逞什么能？我不上去，你走吧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也管不了。至少我能把围过来的这20个杀手收拾了，你信吗？赶紧上来，这眼温泉我还有用，你待在里面不合适。我上去了才不合适。为啥？我裤子被你撕碎了。要不你就忍着点冷，先上来，咱们跑了再说。反正我该看的也都看过了，你也不必再跟我避讳什么。事发突然和事出有因，跟故意裸奔能是一回事吗？这不也是事出有因吗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？你命都要没了，还管什么面子？那也不行，你方才不是说一个人就能把他们给收拾了吗？你先收拾着，我去那边打医生。靠！我现在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让人打一下还不得骨折了？我的血是天底下最好的解药，也是最毒的毒药。这本是保护你，如何？多谢。上来吧。穿上衣服差点认不出来了。喂，你脱我衣裳干什么？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？我摸你一下还非得摸回来呗？我都给你解毒了，也帮你把杀手解决了，还想怎么着？不带这么讹人的。除了这事，你脑子里还能不能想点别的？我是怕你穿着湿衣服着凉，想把自己的袍子给你换上。冬袍里面都有厚布底衣，我不会占你便宜。有厚布底衣的是你们，我可没有。这冬袍里面是空心的，不用换了。空心的？这种天气你为何穿得如此单薄？嗨，不被爱的小孩都是这样的，他们连我的死活都不在乎，又怎么会在乎我冷不冷？我转过身去，你将我的外袍换上。别磨磨唧唧的，该解决的我都已经帮你解决了，毒也给你解了，快走吧，晚了怕是又要来下一波杀手，我可没那么多血给他们下毒。哎，这东秦的京城该往哪个方向走啊？东边。哦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这东边是往右走吧？跟我走吧，我送你去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，你人真好。没想到十皇子刚在边疆之战取得大捷，就在回京途中遭遇敌军伏袭，不幸身亡，真是天妒英才啊！还有文国公府那重病缠身、被送到山下静养3载的狄小姐白鹤染，本该近日回京，没想到行至半路马疯了，连人带车一起摔下山崖了，也是可怜啊！听说文国公怕十皇子在地下孤单寂寞，提出让十皇子和嫡女白鹤染结成冥婚，也好做个伴儿。皇上这才下旨给十皇子和白二小姐赐婚的。人都死了还能被赐婚，这何止是没有人权，简直是连鬼权都被剥夺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提了这么一出。不过既然我没死，这冥婚自然也就不作数。什么人，竟如此大胆，敢撕皇榜？好冷的眼神，为何看着这小姑娘，总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威压？难道从今往后，我都要在这样的封建制度下，卑躬屈膝、墨守成规的过完一生吗？绝不可能。算了，这小姑娘看着精神不大好，指不定受了什么刺激。近日京中本就事多，别再添这一笔了。都小心着点儿，这些可都是二小姐的嫁妆，万万苛损不得。哪一个敢含糊，就算国公爷不要你的命，尊王府那头也定饶不了你。尊王府，十皇子的称号正是尊王。这些嫁妆还不够，白福，你再叫人去多备一些，不能让人看不起咱们文国公府，更不能让二姑娘到了那头再受欺负。二姑娘命苦，活着不能享福，现在没了，咱们总不能屈着她。是。冉冉，你放心，今后我一定待你如亲生。
文国公续娶的二夫人，太后的亲侄女。这位二夫人此前嫁过人，入府时还带着跟前夫所生的一双儿女。人人都说文国公娶了位贤妻，却不知他佛口蛇心，城府极深。这是他当年带过来的那个女儿，也是如今白家的大小姐白金虎。惊鸿，你别摆弄这些东西，不吉利。不吉利？这是亲爹能说出来的话吗？原主在心痛。你放心，既然我借用了你的身子，你受的委屈我会替你一一讨回来。大姐姐，父亲说的对，你别沾那些东西，看着就晦气。那白鹤染倒是会捡便宜，人都死了还占个好坑。石殿下若是还在世，那就只有大姐姐这样处处顶尖的女子才配得上，怎么轮也轮不到她白鹤染。五妹，石殿下岂是可随意编排之人？以后可莫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文国公府庶出五小姐白花颜，从小跟在二夫人身边长大，跟白惊鸿很是亲近，小小年纪就盛气凌人，最是擅长阿谀奉承，狐假虎威，挑拨离间。知道了，大姐姐。二妹妹可怜，小小年纪竟遭此大劫，真是想想就让人心里难受。她在世时身子一直不好，如今不在了，多添些福分也是应该的。大姐姐就是菩萨心肠，要不怎么人人说咱们文国公府的大小姐不但是东秦1等1的美人，还是1等1的善人呢？二小姐，你的命好苦啊！你作死啊！咱们府上不就是在发丧吗？奴婢是按规矩哭丧啊。原本是丧，但现在已经成了喜，有冥婚赐下，丧事也变成了喜事。混账东西！冥婚如何做得喜？让你跟着惊鸿一起听学，你的学都听到哪儿去了？花颜，你祖母说的对，这冥婚虽是婚，但绝不能以喜代之。你虽为庶女，却也不能坏了规矩，平白的让人看笑话。你可听清楚了？是，女儿谨记母亲教诲。这一宅子妖魔鬼怪，个个心怀鬼胎，戏一个比一个足。我前世憋了一肚子的孤单寂寞，这回可有地方消解了。冥婚虽算不得喜，但也绝不能哭。哭就是不给皇家颜面，咱们文国公府担不起这个罪名，知道了吗？夫人，这纸人都是按着死人模样扎的吗？您快瞧瞧，正进来的那个，是不是跟二小姐有几分相像？都在呢。二小姐还活着。希望你来世能托生到好人家。至于你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，既然我接手了，便与他们周旋周旋，全当给自己解闷。你安心去吧。他竟然没死！白鹤染，你在干什么？父亲没看出来吗？我在烧纸。他怎么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？你在给谁烧纸？女儿不是吝啬小气之人，这些纸钱自然也不会想着一人独占，反正都是白家的纸，谁先死谁花吧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说说看，我是怎么死的？他们说是你掉到了山崖下面。哦，那兴许是我命大，山崖下头刚好有一眼温泉，我掉进温泉水里，捡回一条命。哦，对了，我摔下去时还捡了几根针，你们瞧瞧，是不是跟街边卖的不太一样？快别拿着这种东西扎着自己可怎么办？冉冉，你是咱们文国公府正儿八经的嫡出小姐，不能这样不爱惜自己，还不快把这些针拿走，远远扔了。扔了多可惜，还能用呢。我瞧着针上还有字，好像是白。二小姐，快把针给奴婢，扎着手了可怎么好？行，你说扔，
那就扔了吧。欢迎二小姐回家。欢迎什么啊？这还没嫁的男人就死了，真是个扫把星。以后就要守活寡了，白占这个嫡小姐的位置，却不能为家族带来荣耀，真是白养。花颜，不可以这样说话。二妹妹她也是个命苦之人。大姐姐说的是，可俗话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既然二姐姐已经有夫家了，那她以后就不应该再住在咱们府里。可是不住在家里，二妹妹又能去哪儿呢？你们不必为我操心。既然皇上已经为我和尊王殿下赐了婚，我今后自然是要住到尊王府去的。女儿在路上便听闻是父亲跟皇上提议的这桩亲事，父亲的心意女儿明白，多谢父亲为女儿谋划。我何曾为你谋划什么？我知道父亲心里一直惦记着母亲，所以绝不会将我弃之不顾。这不，父亲果然为女儿谋划了一个好前程。父亲大恩，阿冉没齿难忘。你莫要巧舌诡辩，我何曾有半点惦记过纯玉兰那个贱妇？女儿明白，父亲如此说话是顾及着二夫人，但世人皆知，咱们府上的二夫人最是大度贤良。更何况我的母亲已经过世多年，二夫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因此而生父亲的气。父亲大可不必如此畏惧。老爷是这一家之主，妾身虽管着后宅，但必然事事以老爷为主。在老爷面前，妾身不敢妄自尊大。若尊王殿下没死，尊王妃的位置本该是我的。父亲，女儿实在担忧，咱们白家会不会因此背上欺君的罪名啊？何出此言？是啊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如今人人皆知咱们府上的嫡次女不幸遇难，被皇上赐下冥婚，与尊王殿下结为阴婚之好。可现在二妹妹活着回来了，这可不是欺君吗？我们文国公府该如何跟皇上交代啊？惊鸿一句欺君，连老太太都在保着白鹤染不得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姐姐说的没错，这白鹤染活着回来，咱们家的确是欺君呀！才回家就惹下这等祸事，我白家留你何用？父亲不要这样，二妹妹怎么说也是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虽酿成大祸，可金活还是想求求父亲，就留她一命。冉冉的确可怜，可事到如今，咱们白家真的无路可走了。父亲，眼下如果白鹤染不去给石殿下陪葬，那我们白家所有人都得死啊！没错，只有让你为尊王殿下陪葬，白家才能避过这场劫难。你们这是想借欺君之罪除掉我了？母亲，儿子也是为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着想，此事需借咱们白家的蜜酒一用。星言，我劝你在做决定前，再问问自己的心，是不是真的要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？儿子的心始终是向着咱们文国公府，向着白家全族的。同父亲一样，我的心也是向着文国公府和白家全族的。所以用我一命换全家平安，我愿意。阿冉要去给石殿下陪葬了，以后只能请母亲多多照顾父亲和祖母。大姐姐也一定要好好保重身子，毕竟从今往后，咱们白家就只剩你一个流着外人血的嫡女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没能赶回来的大哥哥，他虽是流着外人血的嫡子，可将来也是要继承文国公爵位的，是白家今后的指望。母亲一定为他选个好姑娘娶进门，开枝散叶，延续咱们白家的血脉。什么开枝散叶延续血脉？惊鸿和浩辰根本不是白家的血脉。如果爵位交给浩辰，到最后跟白家还有什么关系？老爷夫人，好消息，大好消息！石皇子没死，石皇子活着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回老爷，石殿下安然无恙，已经进京了。尊王殿下竟然没死，太好了，殿下还活着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既然石殿下还活着，那这件事归根到底也就是个误会，解释清楚也就罢了。你没有理由再处死阿冉。可是父亲亲口同皇上提起的要结冥婚，
没错。明明还活着的女儿，父亲却说已经死了，皇上会不会认为父亲别有用心？父亲可要提前备好说辞，以免皇上怪罪咱们文国公府蓄意攀附皇亲。金红说的没错，十皇子还活着是皇家的喜事，但我们白家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一个欺君之罪。阿染，你是为了保全白家而死的，你放心，你死后我会将你母女二人的牌位全都供奉在白家祠堂，认你是我白家嫡女，她是我白家正室。圣旨到。文国公府二小姐白鹤冉接旨。圣旨。皇上这是下了什么旨？竟劳江公公亲自来了。家里办丧事，国公爷笑得倒是挺灿烂啊。殿下消息灵通，人还未回京就已经听说了这边的事，方才派人送来消息，说这门婚事既然已经定了，那就作数，死了都得娶的姑娘，活着就更跑不了了。请二小姐出来接旨吧。传皇上口谕，文国公府二小姐白鹤冉贤良淑德，温婉端仪，与朕第10子先结冥婚之缘，又承死而复生之分，姻缘天定，可为佳偶。今朕赐婚于二人，二小姐是为尊王府正妃，钦此。二小姐还愣着干什么？接旨谢恩啊！我接不了，我就快要死了，受不起皇上和十殿下的美意。还请公公跟殿下说一声，让他另择佳人吧。啊，这是怎么个话？父亲本以为我死了，于是就跟皇上提了场冥婚，可没想到我还活着，这可就是欺君大罪了。为免白氏一族受牵连，我父亲正准备掐死我。你说什么？文国公，你真要掐死二小姐？皇上没打算追究白家欺君之罪，反而还要促成这桩亲事。白鹤冉若能跟皇上最宠爱的十皇子结亲，对文国公府来说是件大好事啊！怎么会有那样荒谬的事？是阿冉误会了。父亲不杀我了？休要再胡说八道，还不快快接旨谢恩！哦，你说不杀就不杀啊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自己是死是活说了不算，这成亲嫁人还说了不算，心里挺不舒服的，所以就想说了算一回。多谢十殿下厚爱，但我不认识他，不嫁。大胆混账东西！这是圣旨，岂容你说不嫁就不嫁？谁爱嫁谁嫁，我要是真死了，那我管不了。但只要还活着，谁也别想左右我的婚事。他怎么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？看着他，不仅感觉陌生，竟还有那么一丝难掩的惧意。没教养的东西，不识好歹的小畜生！有爹生没娘养的小贱人！大胆，竟敢辱骂尊王妃！你们白家人是疯了不成？公公，他抗旨，那也是殿下跟王妃两个人的事，你们跟着咋呼什么？这人还没嫁过去就成王妃了，白鹤冉，她凭什么？江公公，这样的女子，十殿下不能娶啊！二夫人，什么时候十殿下的婚事轮到您做主了？难不成文国公府还要做了皇上和十殿下的主？公公言重了，今日家里先是遭逢突变，后又情况反转，这弄得悲喜交加的，我还没回过神来。若话里有偏差，还望公公多多海涵。二夫人，那今儿这个事儿，您看奴才回宫以后是跟不跟皇上说呀？还请公公口下留情。得了，既然二小姐不接圣旨，那咱家就明日再来。明日要还是不接，还有后日、大后日。总之，这口谕会传到二小姐接了为止。国公爷不用送了，反正以后天天见，咱们自然就熟了。我绝不能让白鹤冉嫁给尊王殿下。这原主住哪儿来着？我住哪儿啊？孽障！这里都是你的长辈，回府之后非但不请安不行礼，还接皇榜拒圣旨。你倒是说说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？我见皇榜上写着我的名字，所以才接了下来。
毕竟从小到大也没有人教导过我这方面的规矩。你这个当爹的对女儿不管不顾，出了事就指望我自己领悟。至于那赐婚圣旨，这婚姻大事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所以我嫁谁那得听父亲和母亲的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皇上来管。有父亲您在，皇上算老几啊？混账！休要胡言！父母再大，也大不过天子。天子在上，你怎么就不知道该听谁的？我刚刚就说过了，没有人教过我。你，星言，阿冉说的对，无人教过他规矩，他自然不知晓。到底是这个继母没有照顾好阿冉。都怪我身子不好，常常卧床不起。母亲应该也是想到了这点，才只让大姐姐和其他几位妹妹听先生讲学的吧？是这样的。哼，阿冉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回来就好。祖母瞧着你这精神，倒是比从前好了许多。阿冉是白家的嫡女，既然回来了，那府上给嫡女的规制和分例是不能少的。是，新院子早就备好了，不比惊鸿的差。至于礼教课业方面，不如就跟惊鸿他们一起学吧。也好，母亲这个主意出得真好。我的课业已经学了数年，其实白鹤冉说能一起读就能一起读的，自不量力的结果就是颜面尽失。谢谢母亲，有您在，阿冉就是最幸福的孩子。母亲放心，阿冉一定好好学，绝不给国公府丢脸。这就受不住了，哼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等着吧，遭罪的还在后头。行了，回你自己的院子待着去，没事别出来丢人现眼。我即刻进宫面圣，这件事总归是得跟皇上有个交代。你抗旨一事若圣上怪罪下来，白家也保不住你。二姑娘才回府，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。这是我身边最得力的丫头，就分过去侍候二姑娘吧。这就开始往我院子里安插眼线了。是该分些得力的人去侍候我们白家的嫡女。迎春，你做事稳重，便跟着二小姐伺候吧。是，多谢祖母。老不死的东西，处处与我作对，早晚有一天我非弄死这老货不可。这院子还没取名，二夫人说了，名字就由二小姐来取，喜欢什么就叫什么。二小姐从小病着，没读过一天书，二夫人如此安排，不是故意要府中的人看二小姐的笑话吗？不如请老夫人给赐个名字。不必，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叫念希，念念不忘的念，抚今追昔的昔，借此提醒我那位父亲莫忘曾经过往，多想想多年以前的生死两茫茫。二小姐怎么变化如此大？除了病愈的身体和犀利的气场，就连学识上也愈发出众了。小姐还是快把衣裳换了吧，当心伤寒。二小姐，是二夫人把这些华贵的有失规矩体统的衣裳弄到我房里来，是想摆我一道。白惊鸿没能在半路上把我弄死，他就要让我在这座文国公府里永世不得翻身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二小姐，这些衣裳可全都是二夫人的心意。二夫人说了，只有最好的衣裳才配得起咱们文国公府的嫡小姐。您先歇歇，奴婢这就去备水给您沐浴。待您沐浴后，把这些衣裳换上，一定美若天仙。怎么了？这种料子奴婢曾经见过，有一年二夫人给太后贺寿，亲手用这样的料子做了一套贴身的礼衣，送给了太后。能送进宫里的料子一定是贡料，就算不是，太后一穿也是了。把太后穿过的料子送到我这儿来，我若是穿了，那就是大不敬之罪。这可怎么办？现在除了这些，再没别的衣裳。小姐这一身实在不能继续穿了，会冻坏的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先穿着。左右是二夫人送来的，错不在小姐。错误面前，原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没事儿，兵来将挡，
总会有办法的。迎春没有因为我的触碰而起过敏反应，看来我的特殊体质变了。二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事。是他。这是从前侍候原主生母的王嬷嬷。原主生母惨死后，这老婆子为了巴结讨好二夫人，各种欺负原主。原主也从那时起开始长年累月的生病。王嬷嬷怎么来了？老奴听说二小姐回府了，这不赶着就来给二小姐问安了。二小姐这些年在洛城过得可还好？哎呦，可真是想死老奴了。原来是王嬷嬷，多年不见，您还活着呢。她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，难道她发现了什么？二小姐说笑了，老奴今日是来给二小姐送花瓣的。府上的小姐们沐浴都是对着花瓣的。这不，二夫人特地挑了珍奇的品类，差遣老奴赶紧把这花瓣送过来。七色堇、合欢、手研花、马缨丹、海金沙，植物本身没问题，还都是稀罕之物，但放到一起再一遇热，却能起到奇效。人泡过后不红不肿，不伤不痛，可却会奇痒无比。夫人待二小姐可真是好，一出接着一出，这架势是不把我弄死绝不罢休啊！汉主的奴才还能活到现在，命也是够长的。老母亲费心了。含香，将花瓣兑到水里吧，可别辜负了母亲的一番心意。是。二夫人说了，小姐刚回来，怕身边的丫鬟太年轻，毛手毛脚的侍候不好，便让老奴亲自侍候二小姐沐浴。我连老夫人的沐浴都能侍候，会毛手毛脚？迎春姑娘这是在质疑二夫人的决定。你好了，就按王嬷嬷说的，让她来侍候，你们两个到门外守着。小姐，让奴婢跟王嬷嬷一起服侍吧。不必，你出去吧。是。二小姐，请吧。看来他方才表现出来的强势都是装的，也是一个从小怂到大的人，怎么可能有那样大的变化？用毒，我才是祖宗。王嬷嬷，要不要来帮本小姐擦个背？二夫人说了，这兑了花瓣的水可碰不得，那种痒会让人发疯，甚至把自己的皮肉抓烂都停不下来。王嬷嬷多活了这么些年，也算是赚了。如今我既已回府，该收的命也该收上一收了。二小姐说什么？她怎么半点没有中毒的样子？放心，这座府里除了你的二夫人外，没人动得了你。这水我也泡了，很舒服。你回去跟二夫人如实说，她定会好好赏你。二小姐这是怎么了？王嬷嬷真是好人，原来有人要害我，送了有毒的花瓣过来。王嬷嬷从前是伺候过我母亲的，都说普念救主，这话果然不假。要不是王嬷嬷偷偷告诉我花瓣有毒，我就要被害死了。好你个狼心狗肺的老东西，对着救主倒是一片忠心，
倒是忘了这么多年靠着二夫人拿了多少好处，如今反倒敢背叛二夫人。迎春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满意夫人为二小姐准备的那些衣裳吗？咱们屋子里明明就有衣裳，你还从外头另找来给二小姐穿，这不是摆明了对夫人不满吗？韩香，她是二夫人，不是夫人，你可不能叫错了。是，奴婢错了。可是二小姐为何不穿箱子里的那些衣裳呢？奴婢瞧着那些衣裳，不比这件好多了。那些料子倒是好，但个人有个人的喜好，而且这种喜好呢，每时每刻也都会有所不同。就比如现在，我就看上了你的这身，你说我这个喜好是不是挺有趣？不如你脱下来给我穿，我把我屋里的那几箱子好衣裳送给你，如何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万万不敢，要小姐的衣裳。你没什么不敢。迎春，替她更衣。是。这院里的人都死绝了，哪儿去了？躲在屋里摆架子，还真当自己是狄小姐了。来得真巧。看来我的那些好衣裳，你是真没福气呢。眼下我有了更好的人选。凭什么一个落魄嫡女能得到这么好的待遇？凭什么白鹤染住的院子比我的好？五妹妹怎么来了？白鹤染，别以为祖母偏袒你，你就真能过得上狄小姐的日子了。你母亲已经被休了，我们府上的狄小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姐姐。凭你也配穿这么好的衣裳？哦，我正打算将箱子里的这些衣裳赏给母亲送给我的丫鬟呢。什么？白鹤染，你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这些料子就连大姐姐都是穿不起的？你居然要赏给一个丫鬟，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！这么贵重？当然，只是可惜了这些好衣裳，给了你这种不识货的东西，白白浪费了母亲的一番心意。五妹妹说的没错，既然放在我这儿也是浪费，那不如就送给五妹妹吧。给我了？你跟你那个早死的娘一个德行，都是贱命一条，配不起我们文国公府的尊贵，早晚把自己给贱死。罢了，看在这些衣服的份上，且就让你在府里再多留几日。白鹤染，你真不该活着回来。是吗？那还真是让你失望了。没想到二夫人竟将文国公府正儿八经的小姐教成了这般蛮横模样，跟她自己的女儿简直天壤之别，真不知道是有多少深仇大恨。人人都夸白惊鸿端庄好看，父亲说我跟在嫡母身边，能学到惊鸿的一成也好。可二夫人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才能像大姐姐一样，难不成是怕我学成了超越大姐姐？府上姐妹多，万一有人来同你争抢，可就不好了。五妹妹不如把外袍脱下来，将这些衣裳都包在里头，扛着走。回去的时候尽量走小路，背着点人，应该不会被人发现。哦，二小姐真是能屈能伸，这一出设计的简直比戏文里的故事还精彩。迎春，去禀报老夫人，就说有贼偷了母亲新做给我的衣裳，记着要一路跑一路喊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文国公府里进了贼。是。快来人呐！府中遭贼了！坏了，这是二小姐下的套，
我得赶紧去给二夫人报信。迎春自己去就行，你留下。本小姐一个人在屋里，害怕。是。二小姐，老夫人让您去一趟锦荣院。好。二小姐，韩香是二夫人的人，咱们这一走，她肯定要回去通风报信了。我留下她，就是为了让她回去给主子报信。祖母，我没偷东西，这些都是白后冉那个小贱人送给我的。混账东西！赫然是你二姐姐，你怎能如此骂她？是，孙女知错。可是祖母，那些衣服真的不是我偷的，你一定要为孙女做主啊！阿冉受了太多苦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却还是被人算计。自从星妍娶了叶氏进门，对我这个亲娘越来越疏离，我如何保护得了阿冉？贱人，明明是你自己送给我的衣裳，转头却又诬告说是我偷的。现在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说，这衣裳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是我全部的衣裳了，我现在连出门都要穿祖母刚给的，怎么可能全都送给你？祖母，我不知道东西是五妹妹拿的，要早知道是这样，我绝对不会声张，一定会顾及五妹妹和母亲的名声的。毕竟五妹妹是母亲亲自教养的，总不能让人说咱们白家的主母教出来一个偷东西的贼，那太丢脸了。这个蠢货做事不长脑子，贪得无厌，早晚会坏事。祖母恕罪。惊鸿，你这又是在干什么？有什么话起来说吧。不，惊鸿有错，这些衣裳是惊鸿亲自为二妹妹准备的，当时一心想把最好的东西全都给她，可却忘了规制，把这些与理不合的衣裳送到了二妹妹房里。事后反应过来，怕好心办了坏事，害了二妹妹，这才让五妹赶紧去将衣裳都要回来。惊鸿表面是给五丫头解围，实则却是在为叶氏开脱。这些文国公府女眷根本没资格穿的贵重衣料，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怎么可能会有能拿得出这种东西的？就只有当今太后的亲侄女叶氏。既然是要拿回来，为何要偷偷摸摸走小路，还脱了袍子裹着？一个女儿家竟然脱了外袍在外头行走，不知廉耻！大姐姐救我！回祖母，五妹妹如此做，应该是怕连累到我，毕竟用了这些料子裁剪衣裳，追究起来是大罪。请祖母饶了五妹妹，责罚惊鸿吧。这白惊鸿是星妍的心头宝，更是太后最喜欢的一个后辈。若此刻罚他，太后那边不好交代啊。罢了，你也是无心的，起来吧。多谢祖母。这老夫人应该是疼爱原主的，但对白惊鸿却有着明显的忌惮。毕竟叶氏母女有太后撑腰，她这是怕了。祖母待我的心意，阿冉都明白。您放心，阿冉不会吃亏，也不会让祖母受气。您是文国公府最尊贵的老夫人，任何人都不该欺压到您头上，否则对老夫人不敬，就是不贤不孝，是要被世人唾骂的。二妹妹说的极是。母亲怎么没来呢？母亲半夜里惊闻二妹妹出了意外，伤心过度。虽然二妹妹平安回来了，但母亲的病却是落下了，这会儿正在休息。母亲真是时时处处为儿女们着想，自己都在病着，还不忘差贴身的嬷嬷
给我送来沐浴用的花瓣，全是珍奇品种。那来送花瓣的王嬷嬷从前是伺候过我母亲的，她好心提醒我，那些花本身没问题，但放一起遇了热就会产生毒素，让人奇痒无比，最终把自己给抓死。多亏她提醒，不然祖母怕是见不到阿染了。能调教出这样忠心护主的嬷嬷，可见她如今的主子二夫人是多么心善之人啊！大姐姐在想什么呢？我是不是在想，到底该把送花瓣的罪名安给谁？没关系，不管是谁，我如今既然还活着，就不会过于追究。更何况母亲她还病着，这都是一时疏忽。疏忽？好，不管是不是疏忽，忠心的王嬷嬷都该奖赏，对吧？我早就说叛国主的奴才不能要，母亲却偏偏一直留用着，现在果然出事了。的确该赏。来人，去将那个王嬷嬷叫来。是。二小姐说要留下韩香，让她去报信。这会儿怕是二夫人早已知道王嬷嬷的事了。老太太要见的人，此刻八成非死即伤。在洛城的这3年，阿染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但性子变得凌厉了，就连头脑都如此聪慧。这对白家来说，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阿染多谢王嬷嬷救命之恩，求大小姐救救老奴，老奴没有背叛二夫人，老奴真的什么都没说。此事若再不解决，母亲定脱不了干系。虽说老夫人不敢对母亲做什么，但母亲一向以端庄宽容示人，绝不能让这个老货坏了母亲的名声。王嬷嬷，母亲心疼二妹妹还来不及，你救了二妹妹，该记你一功。母亲打你，是因为你阳奉阴违，背着母亲换了篮子里的花瓣，意图加害二小姐。祖母明鉴，多年前母亲就听闻这王嬷嬷欺负二妹妹，我母亲收下她，本意是想好好调教，让她改过自新，可没想到她竟死性不改，要害二妹妹。这样的奴才，我母亲那边是不能再留了。大小姐，你……王嬷嬷，当初母亲安顿好你的家人时，你就该有了他日报恩的觉悟。如今报恩的机会来了。如此恶奴，岂能再留他性命？理应处死。对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老货，你记着，害死你的是白鹤染那个小贱人。你要做鬼寻仇，就去找他。小小年纪，戾气竟如此之重。听我一句，相由心生，戾气太重会影响长相，保不齐以后会长成个丑八怪。你给我闭嘴！有爹生没娘养的狗东西！你为什么骂父亲是狗？我什么时候骂父亲了？我骂的是你。我是父亲的女儿，我要是狗，那自然父亲也得是狗。五妹妹，莫非是因为父亲把你从小寄养在二夫人名下，你就记恨上了他？这难道都是二夫人教你的？在这座府里，每个孩子都有母亲，就我没有。遇了事情只能自己替自己出头，看来我得为自己寻个靠山了。听说赐婚圣旨明天还来，那要不我接了？同为义父姐妹，花颜还不快向二妹妹道歉？二姐姐，我知错了。花颜屡次出言不逊，罚半年利银，抄女则百遍。阿染的这些衣裳不合规范，暂时先到外头的成衣铺子买几套穿着，回头找人重做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今日之事都是姐姐的错，姐姐给你赔不是了。五妹妹年纪小，你千万别跟她计较，我会让母亲严加管教，再不会给二妹妹惹事端。方才二妹妹提到那赐婚圣旨，我只想同妹妹说，嫁人对女子来说是比出生还重要的大事，妹妹万不可因毒气就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，要为自己的一生负责啊。听大姐姐如此说话，我倒是对那位十殿下生出几分好奇了呢。能让大姐姐这般国色天香的女子倾心相许之人，得是何等的风姿啊！二妹妹不要乱说，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好心提醒，妹妹不听就算了，万不要如此误会于我。大姐姐放心，我回来就是为了过好这一生的。你们这一家子人，姑奶奶我要留着好好的玩。
老夫人，您别太往心里去，这些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其实老爷有些话说的也对，到了您这个岁数，就不该再理这些劳心神事儿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您颐养天年多好。早上阿冉拿出的那些针，你看清了没？看清了，跟当年扎小少爷的针是一样的。浩轩虽是庶出，但也是白家的独苗，他们就这样容不下他。都过去了，好在也没出什么事儿。小少爷的生母红姨娘也不是个善茬，不会轻易就着了道的。再说老爷还年轻，以后咱们府上肯定还会添更多的少爷小姐。有叶氏娘仨在，白家不可能再有孩子出生了。他们是恨不得我们白家断子绝孙，好把这座文国公府据为己有。哼，一个和离再嫁之妇，她凭什么掌控我们白家？老夫人息怒，阿冉这3年也不知道都经历了些什么，竟变得如此犀利。我虽疼她，但她若不知道收敛锋芒，迟早会害了自己。你去一趟阿冉那儿，把我的话转述给她。她是个聪慧的，自然听得懂。是。老夫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是在批评我锋芒太露，惹了很多麻烦，但却是担心我在这个到处都充斥着尔虞我诈、阴谋算计的大宅里受到伤害。二小姐可千万不要误解了老夫人的意思，老夫人心里可惦记着您呐。祖母的心意我都明白，嬷嬷放心，阿冉知道如何保护自己，也会保护好祖母，再不会让她像从前那般处处受人压制。方才看到祖母坐的位置旁摆着一盆花，形似兰花，却并非兰花。它的本名叫做翠灵草，长期触碰和近距离去闻会导致咳疾，之后便是深入心肺，最终不治而亡。那可是老夫人最喜欢的花，竟然有毒！若不相信，可以先搬到院子里养着，不要让祖母再接近，只需5日咳疾就会减轻。迎春，送礼嬷嬷。是。二小姐，方才说的可是真的？那盆花是大少爷送的，说是很稀有的兰花，老夫人很喜欢。大少爷，那不就是叶氏从外头带进来的儿子吗？他送的东西有问题很正常。当时奴婢就提醒过老夫人，无奈老夫人一生侍花，见到如此珍奇的花，立即就爱不释手了，谁劝都不听。如今想想，老夫人的咳病的确就是从有了那盆花后开始的。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谁？是你？你怎么又中毒了？是啊，又中毒了。不过你好像对别人中毒特别敏感。我对别人3更半夜闯进我的屋子也特别敏感。说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我想知道的事，自然就会想办法打听到。没想到那个在深山老林的温泉水里轻薄了我的女登徒子，竟是堂堂文国公府的嫡小姐。什么狗屁嫡小姐，当我稀罕呢？起来，我给你解毒。上来就解毒，都不问问我为何又中毒了。有什么可问的？无外乎就是敌人比你跑得快，敌人比你功夫好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下次注意就是了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你还解吗？不解就给我滚蛋！解，今晚不解，明儿我可就交代了。不过，你也不问问我是谁。我问了你会说吗？
最起码的警觉性还是得有的。不知道我是谁，还敢给我解毒？被毒成这样，依然能躲过文国公府层层守卫，连我那王八蛋父亲辛苦培养多年的暗卫都没惊动，必然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我如今这小身板定不是你的对手，与其被动丢脸，不如主动送你个人情。万一你是个很厉害的人物，那等以后我在文国公府混不下去时，还能有个靠山。上次在温泉里我们两不相欠，但这次是我欠你的。你放心，他日你若有事，我定不会袖手旁观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但愿我不会有用到你帮忙的那一天。对你使毒的人还真是舍得下本钱，你这毒，就是找到制毒者本人也无解。那你能解吗？我当然能解了。用你的血？没错。白鹤然，万一我是别有用心之人，知道你这样的秘密，对你来说有多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能在性命攸关时让我先走的人，不会别有用心。即使真的有，也不过多一个敌人罢了。柿子多了不怕咬，我就当多对付你。喝2口，毒能解，但是因中毒而错乱的经脉就得靠外力辅助治疗。回去找个大夫用针灸给你调调，很快就能好。至于方法，只要你找的不是庸医，就都会。那你会吗？我自然是会的，但是刚回白家，手边连工具都没有，如何帮得了你？你需要什么，我可以帮你弄来。你放心，这不算还你的人情，人情还欠着，这个算白送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能不能帮我用纯金打制9981枚针灸针？看过平常大夫用的那种银针吗？就照着那样用金子打。你真不是敲诈我，还没听说过用金针针灸。那你现在就听说了。行，做好后我给你送来。对了，听闻皇上为你和十皇子赐婚，被你拒了。为何要拒？我对男人和婚事都没有任何兴趣。你要说对婚事没兴趣我还信，可你说对男人也没兴趣，那当初在温泉里是谁瞅着我垂涎3尺来着？还有刚刚是谁盯着我一副少女怀春的样子愣了老半天？白鹤然，做人要诚实。那只是偶尔。行了，你快走吧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你自己保重，手指也要记得包扎一下。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替人解过毒了，前世发誓不再做的事，怎么到了这里就坏了规矩？男色果然害人。还好，内力还在，只是这具身体还太过瘦弱，得慢慢调理。小姐醒啦，赶紧洗漱一下吧，一会儿还要到锦荣院去给老夫人问安呢。忘了还有晨昏定省这茬了。
母亲的手怎么了？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父亲打你了？我昨日握夜视的手时用了半成内力，这种淤青看起来没多严重，但想要完全痊愈，怎么也得3个月。阿染真会开玩笑，这手是昨日在前院被你一握后就成了这个样子。阿染的手劲儿实在太大了，就是我握的。我当时是有些激动，可我那时已经2天2夜没吃没睡了，自己都是强撑着才能站得直，就算再激动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啊。叶氏，阿染他才多大，他又不是习武的精壮男人，就随便那么一握，能把你的手伤成这样？二夫人平日里不是都谨言慎行，不让人挑出毛病的吗？怎的今日竟会犯这样的错误？你这个赃栽的可真不怎么高明。这是父亲在原主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娶进门的小妾，红姨娘。二姐姐，你回来了，轩儿好想你哦。轩儿，红姨娘在5年前9死1生生下的儿子，也是白心妍唯一的亲生儿子，算是白家的独苗。二姐姐还记得轩儿吗？自然记得。轩儿，快回来，别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。白家4小姐白真真，嘴硬心软，从前就只有她愿意护着原主。看什么看？不认识了？听说你昨天回来的，还闹了一场。这样一看，似乎离开京城这几年有了些长进。四妹妹，好久不见了。二小姐回来了，妾身还没给二小姐请安呢。二小姐回府，妾身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这些还望二小姐不要嫌弃。多谢红姨娘。听说二小姐把二夫人的手给捏坏了，难道你那手是泥做的？哎，也是，您身娇体贵，握一下就痛。我们做妾的就不一样了，皮糙肉厚，随意搓磨。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准备欢迎二姐姐回府的礼物？您是主母，出手的东西可不能比我姨娘差了。白心妍宠红姨娘，一是因她美貌，二是因她娘家家底丰厚。叶氏纵使再容不下红姨娘，也拿她没办法。毕竟没了洪家的接济，不善理财的白家也过不得如今这般富贵日子。行了，现在没有，过后补上就是。不过母亲可不要拿宫中的东西出来送礼哦，我姨娘给的是娘家贴补的，没动咱们府上的1文钱。母亲就更得给后宅女眷做个表率了。这是自然。都坐吧。你们父亲昨儿进了宫，对于阿染与十殿下的事，皇上没说原谅，也没说不原谅，只给了一句话：看阿染的表现。看我表现？意思是看我时不时失误把圣旨接了？也是，皇上总归要面子，上杆子为儿子张罗婚事，结果被我给拒绝了，老脸怎么挂得住？昨儿阿染说儿女婚事要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同你父亲都是赞成这门亲事的。你看，父母之命有了，又是皇上亲自赐的婚，那便是圣媒，这桩婚可以成的。哦，那也只能是说父之命有了。至于母之命，很不巧，昨晚我也问过了我的母亲，她不同意。你怎么问的？做梦问的。怎么，你不信？那要不让我娘亲自己同你说说？不用了，我这也算是完成了昨晚国公爷交给我的任务。至于那圣旨，我倒宁愿白鹤染不接，否则得了十殿下那么个大靠山，这白鹤染以后可就更不好对付。对了，这才是嫡女该有的样子。轩儿过来，让祖母看看。阿染，你是铁了心不嫁吗？阿染离京多年，未曾在祖母跟前尽过孝道，如今好不容易回来，就想留在祖母身边多陪几年，不想太早嫁人。傻孩子，祖母老了，你总归是要嫁人的。祖母还想着在有生之年能看着你出嫁，还想为你好好备嫁妆。再说，圣旨接了也不是马上就嫁。祖母，善良的人都有好报，您会长命百岁的。阿染不急嫁，我若这么早嫁了，往后这府里若有人欺负祖母，都没人替祖母出头了。哟，二姐姐可真是长本事了，从前都是祖母替你出头，你就只会躲在祖母身后哭。怎么，出去3年想明白了？我早就说过，
当缩头乌龟没出息，不如大刀阔斧跟他们打一架，死了也是痛快的。别教坏你二姐姐。四妹妹说的对，与其整日躺在榻上被人肆意搓磨等死，不如站起来反抗，没准儿还能拉几个垫背的。红姨娘母女一向同我作对，该死！死老太婆该死！这小贱人更该死！若不是为了我的儿女，为了文国公府这世袭的爵位，我才不会忍受这些屈辱。二小姐，给我们讲讲洛城的见闻吧。洛城是个小地方，我一直都在病着，也没怎么出去走动，外头的事自然不晓得。不过府里人的生活倒是给了我不小的感触，几位可愿意听听？愿意，雪儿喜欢听二姐姐讲故事。这感慨来自于洛城白家的大夫人。我在那儿住了3年，那位大夫人特别重孝道，每日晨起都要到老夫人跟前奉茶。她说这是白家从祖辈就传下来的规矩，谁忘了谁就是不孝。没错，白家祖祖辈辈都以孝为先。想当年我的婆婆还在世时，我也是每日奉茶，从不敢耽误。就是从前阿染的母亲入府后，这规矩也一直都是遵着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谁还记得这个？这些人是故意贬损我的。我隐忍10数载，为的就是让儿子顺利继承文国公的爵位。如此大计，绝不能断送在这老老少少一群贱人身上。变得可真够快。多谢母亲提醒，以往是儿媳只顾着操持后宅、教养子女，与礼教上疏忽了。儿媳知错，这就为老夫人奉茶。还不去端一盏新茶？是。你奉的茶，老身当不起。母亲折煞儿媳了。这死老太婆虽说一直都不待见我，但从未对我摆过谱。怎么今日突然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反感？既然母亲有这份心，祖母也别负了人家的好意，全当锻炼锻炼，一回生二回熟，明天再来奉茶时就熟门熟路了。二夫人奉了这一次，以后可就得天天来了。这都是应该的。看到了吧，这才叫嫡小姐。府里的规矩还得是正经的嫡小姐来立。哎，说起来，咱们府上的大小姐和五小姐呢？怎么都不来给老夫人请安呢？惊鸿亲自出府去给阿然选衣裳和料子了，花颜还在抄写女则。阿然，昨天的事儿都是误会，你大姐姐她本意是好的，没想到使过了劲儿，差点越了规矩。还有那个婆子，也是母亲御下不严，人已经处置了。母亲，茶来了。母亲，不孝儿媳为您奉茶，儿媳往日疏忽，还请母亲原谅。哎呦喂，我莫不是眼花了吧？咱们家的当家主母居然在给婆婆奉茶，这可真是奇闻奇闻啊！儿媳给母亲请安，今儿怎么一起过来了？阿然，快见过你二婶、三婶。阿染见过二婶，见过三婶。阿染不必拘礼，都是自家人，快起来说话。到底是将军夫人二品诰命，根本无需理会我这个当二嫂的是不是也在这儿站着。是我嘴快了，二嫂还没说话，哪轮得到我开口？实在对不住。二婶刚进屋时，不是问为何母亲会给老夫人奉茶吗？正是呢，咱们主母说要行孝道，以后天天都会来给老夫人奉茶呢。好了，老二家的，老三家的，你们今儿个过来可是有事？
原本昨儿一早就要过来奔丧的，结果却听说阿染又活了，十殿下也活了，皇上给两人赐的婚也还作数，这一下就把我们绕迷糊了，不知是该送奠仪还是该送喜礼，所以就耽搁了。这不，今儿我们是来送喜礼的。二婶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好东西，这些胭脂水粉还是过年的时候大嫂赏赐的，说是宫里的东西。我想着宫里的东西那自然是顶尖货，便当成喜礼给你送了来，你别嫌弃。当着我的面把我送出去的东西送给白鹤然，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？谢谢二婶，我很喜欢。叶氏背后虽有太后撑腰，但眼下看来，白家同他作对的人也不少。这都是你三叔在边关征战时收集回来的小玩意儿，送给你把玩吧。听说你还没接赐婚圣旨，待他日你若接了，三婶再送真正的喜礼为你添妆。多谢三婶。哟，今日到这儿的，除了母亲之外，都送礼了。母亲回头可别忘了把礼给补上。放心，我不会忘的。老夫人，昨天那位公公又来传旨了，管家已经带着人往这儿来了。圣旨到。哟，二小姐也在啊，奴才给二小姐问安。二小姐今日气色看起来比昨儿可好多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皇上身边的大太监怎么对白鹤染毕恭毕敬的？就算皇上坚持要为我和十殿下赐婚，宫里的公公也不用将姿态放得这么低吧？二小姐，奴才今儿个带了圣旨来，还是昨儿那套话，奴才也就不讨人厌再念叨一遍了。二小姐您看，经过了一晚上，有没有改主意啊？没有，我一向是个立场坚定的人，不嫁就是不嫁。哟，二小姐是不是没见过十殿下？咱们十殿下长得可好了，是当朝所有皇子中最俊朗的一位，皇上最疼十殿下了，跟了他可屈不着您。那也不行，我之前一直都在外养病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总得在家里多尽几年孝道。只先接着，您只管尽您的孝道，什么时候想嫁在什么时候嫁就是了。十殿下说了，只要您肯接旨，什么都听您的。您说往东，他绝不往西；您说上天，他绝不入地，保证好拿捏。难不成这东秦的皇族走的是亲民路线？十殿下什么时候变得好拿捏了？他那人跟这个词沾边吗？撞了鬼了，居然能听到这样的话。不是亲民，难道是江公公？你们那位十皇子是不是有什么隐疾啊？啊，十殿下是真会选王妃，这白家二小姐的脑子也太跳跃了。将来要是跟十殿下凑到一起，那还不得上天啊？还真是啊，可惜了。那么好看的一个人，那方面却不行，老天爷真是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！啊？什么不行？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十殿下那种文能把丞相骂哭，武能统御万马千军的人，白鹤染居然怀疑人家有隐疾，这话要是让十殿下知道了，文国公府还活不活？阿染，快别说了，这些可都是要命的话呀！这丫头是不是得失心疯了？不得不说，这二小姐跟十殿下可真配，两人一个比一个虎，一个比一个不着调。且这位二小姐跟十殿下走的那绝对是一个路线，作。二小姐真误会了，十殿下康健得很，没有任何隐疾，而且还是当今圣上10位皇子中最抢手的一个。没有隐疾还很抢手，那他一天到晚总惦记我干什么？哎，你看我那位大姐姐，貌美倾城，翩若惊鸿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十殿下呀。不行，配不上。哪儿不行了？长相不行。啊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白惊鸿确实是我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女孩。这位江公公到底是从哪方面看出白惊鸿长相不行的？挤兑我也就罢了，竟敢如此羞辱我的宝贝女儿，这个白鹤染绝对不能再留了。这位夫人，您瞪我们家尊王妃作甚？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这死太监是来找茬的吗？
咱家不就是说了一句这位小姐长相不行，配不上石殿下吗？话是咱家说的，您心里要是有什么怨气，大可以冲着咱家来。瞪王妃干什么？王妃多无辜啊！我是他的嫡母，疼他都来不及。就连小女适才也是亲自出府去为阿然选衣裳，这才来得晚了些。公公实在是误会了。是误会就好，咱家也是为了夫人好。这万一您邓王妃的事情传到了石殿下耳朵里，那殿下的处理方式可就没有咱家这样温和了。是，多谢公公体恤，此事都是误会，万万传不得。二小姐啊，奴才这么和您说吧，您要是跟了石殿下，那将来您十有八九就是咱们东秦的下一任皇后。不对，不是十有八九，是板上钉钉。古代的太监不是一向谨言慎行的吗？皇帝100年之后的事不应该是最忌讳出口的吗？这怎么江公公为了说个媒，什么嗑都往外唠啊？这圣旨白鹤染一旦接了，按照皇上的心思，肯定会在2人大婚时宣布立石殿下为太子，那白鹤染可就是太子妃了。就算他是天上神仙，我也不嫁。混账东西！皇上赐婚，岂容你说不嫁就不嫁？小畜生，我打死你！大胆！江公公，本国公在自己的府里教育自己的女儿，公公实在没道理掺和我的家事。文国公，你有病吧？江公公何出此言？皇上说了，这道圣旨不管二小姐拒绝多少次，都不可以给二小姐摆脸色看，不可以在二小姐面前端架子，更不可以说半句不好听的话。文国公啊，石殿下这些年不近女色，见着女的就躲，这好不容易看上二小姐了，连皇上都巴巴的宠着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形势呢？咱们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们白家这也就是个世袭的爵位，只要不犯国法，沿袭下去就没什么问题。但凡你要是个普通朝臣，就凭你这个脑子，在朝中都活不过2天。我去，牛逼啊！句句扎心，话里话外都往白杏言心窝子里捅刀子。这江公公简直是我的偶像。迎春啊，快去给江公公端碗茶来。说了这么些话，口也该渴了，润润嗓子再继续。是。我就爱听公公您说话。奴才能得二小姐的赞许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二小姐，您看这圣旨，要不就接了吧？还是不了吧？您要是不接，奴才多往白府跑几趟倒是没什么。可是万一哪天皇上一怪罪下来，我这条小命可就……唉，伴君如伴虎啊！伴君如伴虎，这话是没错，但也得分谁伴啊。别人伴的是跟伴虎似的，可据说这位江公公都快把皇上给伺候成猫了，你怕个屁！二小姐，接吗？不接，没见过，没有感情基础，不嫁。那成，奴才明儿再来。这是南方送来的仙桃，皇上命奴才给二小姐带过来一些尝尝鲜。二小姐，奴才告退了，明儿见。看来白家的风向是要变了啊！好了，老二、老三媳妇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，儿媳告退。你那桃子能不能分我几个？我顶爱吃桃。你都拿去吃吧。谢了，仙儿，咱们回去吃桃去。
老夫人、老爷，妾身也先告退了。话是那江公公说的，他连你的父亲都不放在眼里，又如何能瞧得起我们母女？叶氏故意强调江月没有把白心妍放在眼里，这是想加深白心妍的怒气。这事到底是因我而起，白心妍不能把火气撒到江公公身上，那就只能冲着我来。来人，请家法。是。给我站住！为了别人的女儿，要用家法打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还是我生的儿子吗？母亲为何要阻拦？你一直护着他，可是他都干了些什么？你还要护他到什么时候？怎么说话呢？那是你娘，有这么跟亲娘说话的吗？我也是你爹，有你这么跟亲爹说话的吗？哼！我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你怎么对祖母，我自然就怎么对你，有样学样。如果这是你们白家的规矩，那么恭喜你，在你这辈发扬光大了。你父亲别生气，都是惊鸿不好，你要怪就怪惊鸿吧。你看看，这才是我们白家的嫡女，这才是我白星妍的女儿。好啊，我没意见。这么些孩子，你愿意偏疼哪个，我不管。但阿染是十皇子殿下相中的人，你若动了他，咱们白家可不会有好下场。寻个机会再劝劝阿染，让他接了那道圣旨，告诉他那是他的保命符。是。再派人去查查阿染这3年究竟经历了什么。是。母亲说的对，白鹤然现在是十殿下相中的人，依着皇上对十殿下的宠爱，怕是会爱屋及乌。我若在此时动白鹤然，必会触怒圣上。白星妍，你想杀我，火候还差得多呢。不就是个动物，上天入地，我奉陪就是。老爷，二小姐新院子的匾额做好了，奴才来请示二小姐，要不要现在就挂上去？先别急着挂，抬进来给我父亲看看，看我亲自取的院名好不好听。是。念西院，你取的？是啊，父亲给品鉴品鉴，是不是特别有意义，特别有内涵？有个屁！父亲生这么大气，是在懊恼从前吗？是不是很后悔生下我这个女儿？可惜覆水难收，自己选择的路，跪着也得走完。自己作过的孽，就得自己承担一切后果。曾经发生过的事，曾经存在过的人，都不应该被遗忘。还有，别欺负我祖母，否则我就接了那道圣旨，给自己找个天大的靠山。父亲啊，你该不会以为家里有个女儿能嫁给皇子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吧？可惜我的荣耀只与疼爱我的人分享。很显然，你不是，你们更不是。对了，母亲，你昨天送了一个丫鬟给我，可是后来就跑了。据府里下人说，她是跑回了母亲那里，不知道母亲有没有见过？没有。是吗？
那还真是有趣了。堂堂文国公府，连个下人都管不好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这后宅得是多乱啊！怎么管理的？白鹤然何时变得这般大力了？莫非他身上带了功夫？怎么可能？功夫哪是3年就练得成的？不行，得派人查查白鹤然这3年的生活。父亲，景洪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女儿不委屈，倒是让父亲难堪了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一定会孝顺您。父亲母亲对女儿的栽培，女儿全都铭记在心。将来若有一日如愿以偿，绝不忘父亲大恩。这才是我的女儿，这才是我白星妍的好女儿啊！不能叫，万一被外头的人听见了传出去，大小姐的名声就毁了。到那时，大小姐定会打死我的。大小姐不要生气了，当心气坏身子。回去换衣裳，再换新茶来。是。母亲，白鹤染不过才离府3年而已，短短3年，真能让一个人变化这么大？是啊，短短3年，是什么让白鹤染有了如此大的改变？咱们在洛城安插的人说，这些年白鹤染病情未见好转，常年在屋里躺着，除了定时问诊的大夫之外，几乎甚少见人。难不成我们这3年得到的消息都是假的？不可能，安插在洛城的人是你外公家的，绝不会出错。母亲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这事儿还得再查查。那丫头太邪性，咱们总被她打压着也不是办法。再这样下去，文国公府就真像谭氏说的那样，要转了风向了。回头我就让你舅舅再派2个得力的暗卫到洛城，好好打听打听。往后对付那白鹤染的事，母亲来做。我女儿的手必须干干净净的，在事成之前，绝不能让任何人挑出你的错处。方才那江公公说，白鹤染要是嫁了石殿下，将来就是下一任东秦皇后，那不就是说石殿下是未来的太子吗？母亲，咱们家不能再帮着二殿下了，他没戏的。你懂什么？储君之位不是皇上想传给谁就能传给谁的。可是，把你的心从石殿下那收回来，那是一个我们根本掌控不了的人，他一旦上位，咱们半分好处都捞不着。只有如二皇子那般，任我叶家拿捏，才是最合适的储君人选。是，白家人看出我的转变，自然会去查我。可惜啊，我就是真正的白鹤染，任何人都查不出假来。那种明知有问题，却又搞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的感觉，才是最闹心的。小姐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堂堂文国公居然是个喜当爹的二傻子，想想就好笑。二小姐还真是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什么话都敢说。我要再跟从前一样，咱们俩都得被人弄死。小姐，有人来了！二小姐，祖母又为我操心了。二小姐刚回府，院子里是该多配些下人的。原本宫中只派了人，但老太太觉得不合适，又全都换了。这些人，二小姐放心用，都可靠。多谢祖母。老夫人说了，咱们府里不安生，二小姐不如就把那圣旨接了，全当是给自己留一道保命符。保命符？我似乎早已给自己留过一道。九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哼，本王再不回来，怕是就要给你收尸了。哪有那么邪乎？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，人人都知我是你的胞弟，
自然没那么大胆子敢来招惹我。别以为本王不在京中就什么都不知道，死讯都传了，葬礼都办了一半，还说没人招惹。哥，我不但好好的，还有档子喜事儿呢。听说了，白家的女儿。灵儿，你这又打的什么主意？看文国公不顺眼，不顺眼直接收拾了就是，用得着费如此周折？九哥，虽然我的确不待见那白星妍，但这事儿跟他还真就没关系。我是真相中他那闺女了。你会相中女人？我怎么不会？别人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。你天生对女人抗拒，除了母后和灵犀外，任何女人都进不得你3步之内。否则你就会全身起疹子。怎么着？现在好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对她不过敏。别说3步之内，就是有肌肤之亲都不过敏。肌肤之亲？白家竟养出了如此放荡不堪的女儿。九哥，你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家冉冉可不是那种人。我今天之所以还能活着站到你面前，没让你一回来就给我收尸，多亏了人家仗义相救，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再说了，婚是父皇赐的，人家到现在都没接圣旨，说什么都不嫁。还有那破文国公府，一宅子魑魅魍魉，可怜我的小冉冉要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，想想我都心疼。没正经。本王倒要看看，是什么样的女子，竟能让我们的混世魔王动了心，还拒婚，倒是个有脾气的，就是不知道他的本事配不配得上他的脾气。那可是相当配得上。三婶婶说这里面都是一些小玩意儿。迎春，你能猜到有什么吗？这里面有什么奴婢猜不到，但三老爷早年是跟着皇上一起打仗的，应该是站在皇上那边的，而皇上又是站在十殿下那边，这十殿下又是站在小姐您这一边的，所以停！十殿下什么时候成我这一边的了？奴婢的意思是说，这里面的东西一定会是小姐喜欢的，是吗？果然是小玩意儿啊，三婶可真够实在。这不像是三夫人官氏的手笔啊！三老爷家虽没那么有钱，但皇上一直念着他的恩，逢年过节都有大量的恩赏，怎么会就送这些东西？或许是不想搭理我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嫡女，毕竟跟我交好就意味着与叶氏为敌。三婶也是不想给将军府找麻烦吧，我能理解。你若在我问话时就说愿意留在我身边，不想回到老夫人那里去，那我还真得考虑考虑，这么快就望主的奴婢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。但你没有那样说，反倒让我觉得你有情有义。二小姐，我需要有情有义的人陪在我身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至于祖母，她是这个家里唯一心疼我的人，你挂念她，我也一样。二小姐，无论前方还会遇到多少坎坷和磨难，奴婢都会一直陪着您的。对了，小姐，不如再挑2个近侍的一起侍候小姐吧。您是嫡小姐，身边只有奴婢一个，实在不好看。就再挑一个吧，我不喜欢身边跟太多的人。院里下人就都由你管着，你来打理我也放心。是，奴婢这就出去看看，挑个合适的进来。小姐，看他如何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墨雨，手上这么多老茧，8成是个练家子。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好好跟在我身边，我不会亏待了你。是，这才是三婶送我的真正的礼物。原来三夫人官氏为小姐打算的这样周到。的确，如果适才在锦荣院里，二婶执意要看三婶送的是什么，这些东西若放在明面，一定会惹来麻烦了。奴婢所指并不全是这个意思，500两整数的银票不是小数，三夫人官氏应该是给小姐留着应急用的，而这些散碎银块则是留给您平时用的，所以奴婢才说三夫人官氏想得周到。原来三婶是这个意思。我收了这些，需不需要回礼？
长辈送的礼不用回。四妹妹最爱吃桃，竟然还给我送回来了几个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她了。迎春，你也尝尝，待会儿再给祖母送2个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是皇上送的，奴婢是下人，吃不得。皇上既然送给了我，那这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拿着吧。就算我谢你尽心服侍，哪怕你只是因为老夫人的吩咐，我依然感谢。二小姐，若是现在让你选择，你是会留在这里，还是想要回到老夫人身边去？将你心里的想法告诉我，我想听真话。小姐是不是不想要奴婢了？冉冉，冉冉，冉冉，妈妈，快醒醒，冉冉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什么梦能把你吓成这样？你又中毒了？没有，怎么就不能盼着我点好？总不能见你一次中毒一次，多没面子。没中毒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找你就不能是为了干点别的？我跟你还能干什么？泡温泉啊？咱们能不能不提那个事儿？那提什么？提一提为什么你总是3更半夜摸进我的闺坟？因为白天实在不方便来。是不太方便，没事儿就被人下毒，保不齐就是朝廷悬赏捉拿的逃犯，大白天找上官家就是自寻死路。哎，你的人头值多少银子？我要是将你绑了送官，应该能大赚一笔吧？上次是谁那么有自知之明，说自己打不过我来着？打不过没事儿，我可以下毒。停，我还没到被悬赏通缉的地步。白天不愿来是因为白家的人都很招人烦，我怕控制不住把他们都给杀了。哟，挺厉害啊！你要杀的时候记得招呼我一声，我跟你一起。另外有几个人挺好的，不用杀，我得提前跟你打声招呼。行，等我要杀的时候，咱们通个气儿。说吧，今晚来找我到底什么事？该不是81枚金针全做好了吧？哪有那么快？我是来约你明天出去玩的。你还敢在大庭广众下行走？我真不是通缉犯。哦，这是墨湖的皮子，去年从边境的山里打的。挺好的，就是颜色有点压抑。我哥那儿有几张赤貂的皮子，红红的，很是好看。回头我问他要来，给你也做件披风。貂很贵重吧？赤貂更贵重吧？整个东秦也找不出几只赤貂来。那你哥一下子就能拥有几张赤貂的皮子？你们哥俩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该不是认识了个江洋大盗吧？这又整出个哥哥来，还是团伙作案？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嘛，家里钱多遭人惦记，几乎就是从小被人绑架到大的，所以偶尔中个毒什么的也实属正常。演得好假！我不要你的披风，拒绝皮草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什么意思？在动物还活着的时候剥了它们的皮，剩下血淋淋的一团肉，它们没了那层皮就是死路一条。可是人类除了皮毛还有很多衣裳可以穿，所以拒绝皮草，从你我做起。可是那张皮子都已经在手里了，不穿可惜了。咱们先做一件，完了再开始拒绝，你看行吗？那是你哥哥的东西，又不是你的，说送人就送人。反正他也没有女人，正好给我用了。我明天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不是要做针吗？我找到一位制针的高手，还是个老中医，带你去看看如何？在什么地方？远不远？不远，明日4时你出府，我的马车在文国公府的巷子口等你。行，那咱们明天见。我要睡觉了。你睡吧。我说我要睡觉了。知道了，你睡吧。那你呢？我看着你睡。你有病啊！你刚刚睡得不踏实，很恐惧的样子，连我进来了都没察觉，所以我得陪着你。有人陪着你就不会那么害怕。好吧，那你就守着吧。
小姐，大小姐派人送了衣裳过来，奴婢验看过，这次没有问题。另外来人还说，二夫人也备下了厚礼送给小姐，过会儿到锦荣院去给老夫人请安时就会送给小姐。还真是不巧，我今儿要出府一趟，去不了锦荣院了。小姐要出府，去哪里啊？秘密。一会儿你去同祖母说一声，我晚些回来再去看她。是，小姐。二夫人送的东西你替我收着就行。哦，对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位江公公应该还会来，你便替我这样同他说。呵呵，二小姐这是要上哪儿去？可经了二夫人的准许？没有。哼，要想出府，须得向二夫人请示。二小姐还是请回吧。如果是白金红出府呢？也是这样麻烦。你还敢跟大小姐比？大小姐是嫡女，嫡小姐出门，咱们自然是不会拦的。人家有自由出入府门的权利。是吗？你给我看好了，我才是嫡小姐。二小姐何止是变了，这根本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啊！二小姐好，奴才洛修是主子爷的随从。二小姐的奴婢生的倒是不错。你若喜欢，送给你做媳妇儿可好？小姐，怎么不满意我给你配的这段姻缘？奴婢虽侍候小姐，但卖身契却是属于府里宫中的，小姐不能这样就将奴婢送人。别紧张，我不过开句玩笑罢了。再者，我若真要做人情送你出府，那卖身契在不在我手里一点都不重要，你说是吧？二小姐说的没错，我们家主子爷说了，相中什么就去抢，管他是谁的。东西是这样，人也一样。不过这位姑娘你放心，在下还不至于硬抢，毕竟没太瞧得上。跟我的随从唠得热火朝天，冉冉，你的眼里究竟有没有我？你坐外面。我是要贴身保护我家二小姐，你不让我进去算怎么回事？哼，有我家主子爷保护，二小姐会很安全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就算贴了身，遇到危急时刻也是没本事保护的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会武功，你会吗？我就是文国公府的普通丫鬟，怎么可能会武功？那就更不需要贴身保护了。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个丫头？瞅她刚刚上马车的动作，分明是有功夫在身的。哟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解毒不如你，但武功肯定比你强。你还没说说留这么个丫头干什么？听你随随便便就要把她送给别人做媳妇，应该也不是有心栽培的心腹吧？哼，栽培个鬼！她应该是别人安插到祖母身边的，又借着祖母要给我挑丫鬟，想尽办法混到了我的院子里。你家里人都在查你。我猜到了，因为他们想不明白，原来那个任人宰割的白鹤染，为何在洛城待了3年，就变成如今这般性子。这是正常人的思维方式。我父亲，还有嫡母，都会查我。不止他们2人，还有你的祖母。祖母竟然也在查我。敢伸过来毒死你！冉冉，我叫白鹤染。我知道，冉冉。主子到了。好浓的药味儿，咱们要去的地方是一间医馆。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
国医堂。小姐来这种地方做什么？他们是什么人啊？小姐跟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文国公府什么时候立的规矩？下人都能管主子的事了？奴婢只是担心小姐，不知对方是什么人，有何居心。再者，小姐尚未出阁，就这样公然和陌生男子出门行走，会遭人非议的。那岂不是更好？若是传出文国公府二小姐私会男人的谣言，我的名声就坏了。宫里那位奇葩十殿下应该就不会执拗的要娶我了吧？墨雨，难不成你希望我顺利嫁给十皇子？不对劲，打从二小姐说要把我送人开始，就一直在试探我，难不成是发现了我的身份？奴婢不敢多言。这就对了，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，只有不说，才有可能不错。然然，你放心，我既坏了你的名声，就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你选个日子，我亲自带着聘礼上门去提亲。滚蛋！谁稀罕你？也不知道谁一见了我就两眼发直。然然你，也就是死鸭子嘴硬，动真格的时候，还不是沉迷在我的这双紫色的眼睛下。就二小姐这性子，跟我家主子真配。他俩要真凑一起去了，上房揭瓦都是小事，打家劫舍怕是要成为家常便饭了。你之所以有紫色的眼珠，大概率是因为虹膜黑色素极度缺乏，光线透过瞳孔照射进去，产生了特殊的光学作用，从而折射出特殊的颜色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基因的问题。你们家族有紫色眼睛的人吗？没有，就我一个。确诊了，你就是有病。啊？感情我家主子从小到大最牛逼的一个特征是病。这是夏阳秋夏老前辈，国医堂是他的，你要的针也只有他做出来的才算最好。夏老前辈，医术面前不分年龄，不问出处。小姑娘适才对紫眸的见解是老朽平生所闻之最特别，也最到位。所以，我这眼睛是病。虹膜黑色素缺乏虽是病理的一种表现，但却并不影响人的生活和健康以及寿命，所以你可以不用去管它。没错，更何况你就是想治也治不好。那正好，我也没想治。走，咱们去后堂坐，这里人多。走吧，咱们去门口候着。马车上也就算了，眼下我家小姐跟着一个男子进了医馆内堂，我再不跟着就是失职，回到府里是会被打死的。你如果跟着去了，现在就会被打死。总觉得跟二小姐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很眼熟，到底是谁呢？这么快就做出这么多？老前辈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做了，是自己要用还是其他人拜托您打制的？我只是在数月前突发奇想，用纯金打造灸针，然后等一位有缘人来把这些针取走。只是没想到有缘人是等到了，但要的针无论从数量还是规制上都超出我的想象。夏阳秋是东秦第一神医，皇家一直希望他能进太医院任职，可是他不愿意。最后皇家妥协，出银子建了这间国医堂，并封了他大国医的名号，让他留在京中造福百姓。其实真正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用的是365枚金针，我用9981枚还是太少，我的医术还需要精进。冉冉，你再听我说话吗？你若再留神，我都要怀疑你心里是不是有了别的男人。我原本心里也没有谁，所以别的这2个字你用的不对。姑娘，你是不是认得那个人？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
姑娘是哪家千金？她是文国公府的二小姐。哎，那肯定是不认得了。二小姐可听说过吴岸海？没有。是了，一个深闺千金，怎么可能听说过那种地方？夏老前辈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那种地方又是什么地方？老朽只听说那人是一位皇后，那个地方是另外一片大陆，只是没有人见过那位皇后，或许一切都只是传说。姑娘方才提到365枚金针，让我想起了那个传说。我所学的金针针灸都是得自一脉凤家的传承，可没听说凤家出过皇后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凤家的先祖怎么可能这么巧合的生活在这？冉冉啊冉冉，我真的特别想知道，你时不时的愣神儿究竟是在想什么？难道守着我这种轻视圣颜之人，不应该多看一眼是一眼吗？为何被他握着，我会如此心安？又在想什么呢？和我说说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在琢磨，待金针制成之后，第一个先扎死谁呢？明明是救人的东西，被你说的成了杀人的凶器。冉冉，女孩子家家不可以这样暴力。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，金针能救人，也能杀人，血有生血，也有死血。我一针能活人命，一针也能让人死。这话不假，但医者仁心，入了这一行，便只能救人救到底了。这套针多久能治好？10天。好，多谢老前辈。石爷吩咐的事，都是老夫分内该做的，谈不上谢。石爷。家里兄弟多。这也忒多了。等我拿到那些针，咱们俩就又两情了。从此还是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不会情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这条命早晚都是要还给你的。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有那么多人的命等着我去收，你这种不相干的就不要跟着添乱了。我对你来说是不相干的，冉冉，我并不这样认为。主子，您跟二小姐要谈情说爱，也别站在大门口谈，这外头可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冉冉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。没胃口，不饿。那要不去逛街，喜欢什么买什么。没兴趣。那要不你想个去处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这么快就回去也太没意思了。你听说过叶家吗？叶家，太后的娘家。也是文国公府现任主母的娘家，据说权势滔天。靠这个老太婆就真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了？怎么，对叶家感兴趣？有点儿。那成，咱们就去叶家逛逛，走。启程，去叶府。好嘞。小姐为何要去叶府？这件事得回府去跟二夫人通禀一声，得到应允才能去的吧？墨雨，你是老夫人送到我院里来的，就算要说，也该说成得回府去跟老夫人通禀一声。可你为何只字不提你原来的主子，却将二夫人挂在嘴边？奴婢只是想到那叶府是二夫人的娘家，所以才……行了，守好你的本分。本小姐想去什么地方转转，还轮不到她叶氏来管。再者，都是亲戚，理应多走动走动。是。怎么不直接收拾了？再留一留，指不定还有多精彩的。总得让白家人都看看，这个潜藏在老夫人身边多年的丫鬟，到底吃的是谁的俸禄？哟，不知这又是哪家来送礼的？看这马车倒是普通，没准人家那是低调，普普通通哪里入得了叶家的眼，也就只能跟咱们一样，远远瞧瞧热闹罢了。哎，你说也怪了，叶府新添了儿子，怎么没见文国公府那头来贺喜呢？那文国公府的当家主母可是叶老爷的亲妹妹啊！一个庶子而已，上不得台面。文国公府那是正经的侯爵，当家主母怎么会为了一个庶子送贺礼？是。你要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冉冉，你饿了？不是，我这是拿来帮咱们文国公府尊贵的二夫人送礼的。我出门带的钱少，
刚才都花光了，你再给我点。够吗？不够我让洛修回去取。江洋大盗就是有钱，多少面额一张的？几百两到几百万两的都有，你要哪种？哎，要不你都拿去，反正我家里还多的是。等等，我真不是江洋大盗。你爱是什么是什么，我懒得管。这些都太大了，要小一点的，50两的有吗？区区50两，哪里还用得着弄成银票？洛修，拿50两银子给二小姐。二小姐，那些银票也得收着呀，别跟银子过不去。有道理，也不知道你这些银子是偷的还是抢的。我会替你捐出去几两给乞丐，算是替你积德。我现在要下车办事，你长得太扎眼了，就老老实实在车里坐着，别下去。诸位，我是文国公府的人，不知可否请几位帮我一个忙？5个人，刚好1人1个。姑娘，想让我们帮什么忙啊？这是我们府上的主母为娘家新出生的小侄子准备的礼物，主母不方便亲自过来，文国公府也不方便出面给一个庶出的孩子送贺礼，所以拜托几位将这些礼物送进去。只要说是替文国公府送礼的，他们一定会让你们进去。没问题。我是不是一位心肠很好的狄小姐？自然是。送这样寒酸的贺礼，这是在打叶家的脸呢。听说叶家那个小妾府得宠，叶二老爷当初为了博她一笑，还特意跟皇宫里的太后求了不少赏赐。得宠好啊，越得宠，脸打的就越疼。但不是我打的，是叶氏打的。母亲，请喝茶。你有心了。老夫人就是太宠着二小姐了，这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独自出府，也不来跟您说一声，这就是对老夫人您不尊啊。二小姐这是坏了府里规矩，理应受罚。叶姨娘误会了，二小姐出府前是派了丫鬟过来告假的，锦荣院的人都知道。就派个下人来也太没诚意了，而且这也与规矩不合啊。阿冉才回来，有些规矩不懂也是正常的，以后慢慢再教就是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，咱们府上什么时候有那么些规矩了？无规矩不成方圆，这堂堂文国公府，若是连规矩都不讲，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？别以为老爷宠你就可以乱来，不过就是个妾，上头有当家主母在，哪里轮得到你来讲规矩？你还知道尊卑有别啊？妾也分大小，在这府里你是最小的一个，凭什么指责生出少爷的红姨娘？还有，身为妾竟敢背后嚼舌根子，非议狄小姐，叶姨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要反了天不成？我虽为庶，但大小也被人称一声四小姐，你跟谁你呀你的呢？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二夫人从前都不常来锦荣院给老夫人请安呢，茶更是几年不见奉过一回。所以要说二小姐没规矩，那也都是跟上头学的。那未出阁的小姐也不能私自出府啊，我这也是为了二小姐好，未出阁就不能出府吗？那从前大小姐隔3差5就出去一回，又是什么道理？老夫人，大小姐每次出去都跟您告假了吗？从来没有过。惊鸿出去都是有正经事，且都跟我禀报过的，是吗？大小姐跟二夫人禀报过了，那二小姐也一定跟大夫人禀报过了呢。梦里禀的。江公公可还是来传那道赐婚圣旨的？正是，你是二小姐的贴身丫鬟，昨儿还给咱家端过一盏茶。承蒙公公记着奴婢。二小姐派姑娘来门口迎着奴才，是不是赐婚这事儿有眉目了？唉，公公实不相瞒，这道圣旨不是我家小姐不想接，她是不敢接啊。圣旨怎么还有不敢接的？二小姐虽为嫡女，却非主母所出，处处不受主母待见，而老爷又素来受制于主母。倘若二小姐接了圣旨，得了十殿下这样的良配，那主母肯定得给老爷脸色看。二小姐心疼老爷，这才不敢接旨。公公有所不知，现在连老夫人都要看主母脸色。
虽然文国公府姓白，可是家里原本的主子就跟寄人篱下一样，让咱们这些做奴才的看着都心酸。这位二小姐真是花式抗圣旨啊！这股子瞪眼瞎白话的劲儿，跟十殿下简直如出一辙。罢了罢了，为了十殿下那活祖宗，什么活都得干。唉，从前真是误会文国公了，没想到他在这个家里根本就做不了主。也是，有太后的侄女在，他哪里抬得起头啊？谁不说呢？所以咱们二小姐是真的不敢接这道圣旨，不然府里老爷和老夫人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。公公，我们家主子可怜啊！咱家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二小姐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！咱家这就去把这事儿告诉皇上。能把宫里人都给玩得团团转的，这天底下怕是只有二小姐一个了。看来用不了多少时日，二夫人就要倒霉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你离我远一点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妾也有资格服我？好孩子，快先起来。母亲是不是不喜欢花颜了？听说母亲给她备了很重的礼，巴巴的送了过去。母亲，你也忌惮那个小贱人吗？没有，只是看在你祖母的面子上，送了些东西给她。祖母何时也有这么大面子了？那母亲不关心花颜吗？花颜这几日抄书，手腕都快断了。母亲你看，都是那个小贱人害的。我当然是向着你的，你姨娘同我是亲姐妹，在我心里，你的分量跟惊鸿是一样的。真的？那回头我着人给你打一套彩玉头面，再做2套新衣裳备着，可好？多谢母亲。明儿先生恢复讲学，你就和惊鸿、阿染就一块听学吧。你二姐姐从小没读过书，你可万万不能因为她及不上你们就去欺负她，懂吗？对哦，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小贱人，如何能跟我们学到一起去？非要一起听学，那就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。到时候被先生骂，可就不关我的事了。母亲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把明日上学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姐姐。姐姐这是想让花颜去对付二小姐，可是花颜她，你不过是我叶家一个不得宠的庶女，我抬举你才让你跟着我一起嫁过来。你若不乖乖听我的，那我也就没必要再把你留在身边了。妹妹愚笨，虽然许多事情办不好，但一定会听姐姐的话。我小姐也一辈子都是姐姐的亲女儿，我们都会听话的。你们是我的至亲之人，只要乖乖替我做事，我断不会亏待花颜。对了，老爷多久没去你房里了？快3个月了。你怎么就不能学学洪氏那个妖精？罢了罢了，我会让老爷往你房里多走动走动。你还年轻，要是能给老爷添个儿子，以后可就再没人敢蹬鼻子上脸，欺到我们头上。我知道了，姐姐，我会努力的。主子是不是越看越不顺眼？那要不拆了吧？拆完了，二小姐住哪儿？接到尊王府住去啊，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吗？两国交战，你见谁上来就拆皇宫、抢公主的，那样就失去了战争的乐趣。得一座城一座城的夺下来，才是对敌方老大心理防线最强烈的摧毁。也就你这种战神敢这么说吧？换了别人，巴不得直捣皇宫，谁乐意打仗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咱们接下来做什么呢？进宫问问江月，今儿文国公府是怎么说的？是。阿染，你回来啦，快坐到祖母身边来。今日有事出府去了，也没亲自过来跟祖母说一声，是阿染失了礼数，定给祖母惹麻烦了吧？那些不算什么麻烦，要搁以前心里肯定是不痛快的。自打你回来，我反倒觉得那些也是很有趣的事儿，斗来斗去，猜猜最后谁输谁赢，
全当解闷了。祖母是该这样，凡事想得开些，糟心的事也就没那么多了。对了，这几日祖母咳疾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多亏了你的提醒，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怕是要葬送在那娘儿仨手里。阿染，你说那东西该怎么处理呀？总在院子里放着也是不安心，天天看着更是膈应的慌。东西到底是大少爷送的，如果什么也不说，直接扔出去，怕是他们问起来不好交代。那就不扔，寻个机会给他们送回去。送回去？怎么送啊？收下的礼还能再送回去？当然呢。祖母安心，这个机会阿染来寻，到时祖母只管开口送礼就是了，他们不敢不接。好。昨日你帮我顺背，好像在我背上点了几下，我原本停不下来的咳嗽竟一下就好了。阿染，你这一手是打哪儿学来的呀？在洛城时跟着来问诊的大夫学了一些，算是久病成医吧。毕竟从小到大别的没接触多少，先跟苦药丸子打交道了。通晓些医术是好事。当初你父亲将你送走，我为此还跟他大吵了一架。现在看来，那一架是白吵了。洛城3年对你来说反而是件好事，福祸相依嘛。皇上赏赐你的桃子就那么几个，你还给我送了来，祖母很是感动。只是这样好的东西给了我，浪费了。给疼爱我的人，多好的东西都不算浪费。祖母，阿染还是您的阿染，您不用怀疑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阿染都会护着祖母的。阿染，祖母不是故意查你，你千万别生祖母的气。阿染明白，祖母是关心阿染，您对阿染的心意，阿染都知道。终于找到机会去找他的主子了。得尽快将白鹤染做的事告诉二夫人。二小姐。我的身手如何？他的身手远在我之上，如今我落到白鹤染手里，怕是逃不掉了。走吧，最近相中几个花样，你回去绣给我。绣花样？花样是有些多，辛苦你了。不绣完不许睡觉，更不能离开。就算内急，也给我憋着。二小姐，墨雨做错什么了吗？她不是寻常丫鬟，是有人暗中派到我身边的奸细。奸细？怎么可能？老夫人她……不是老夫人做的，这才像那样子嘛！狄小姐的院落就是要好好打扫，下人就该守着下人的本分，可别学从前那些个，还得劳烦本小姐挥鞭子。去将四小姐请到前厅，泡上好茶。哎，等等，还是端一碟好吃的点心来。是。来啦，你这点心不错，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吃到你屋里的点心，从前可都是我拿自己的点心给你。你要是喜欢就多吃点，一会儿走的时候也带上些，算我还你的。几块点心就能还？从前你过的什么日子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他们说你是二姐姐，但是我姨娘从小就告诉我，文国公府的这些孩子里，你才是最大的那一个，你应该是大姐姐。替我谢谢红姨娘，如今连老夫人都只叫我二姑娘，没想到红姨娘还记得这些事。她记得的事可多了。谢谢你送我的桃子，这些葡萄给你尝尝鲜，洪家送过来的，不比宫里的贡品差。另外，我姨娘让我给你的，她说当年大夫人从哥部带来的东西就剩下这么一样了，是她跟父亲撒娇才要来的，让你好好收着，好歹是个念想。
你这次回来真让我刮目相看，但你可得继续保持，千万不能中途泄了力。这座府里的妖魔鬼怪再不镇压，怕是要反了天，到时候你我都没有活路。放心，曾经的仇怨一个都不会忘。那就好，我走啦。红姨娘当年是老爷和大夫人大婚后不久纳入府的，按说新婚月里不能抬小妾进门，可老爷执意如此，之后更是夜夜宿在红姨娘那儿。当年的大夫人为此没少掉眼泪。若像你说的那样，红姨娘跟我娘亲该是死对头才对。当年红姨娘生了大病，差点就不成了，是夫人衣不解带的照顾她，才慢慢好转起来。打那以后，红姨娘就将大夫人视为救命恩人，掏心挖肺的对大夫人好。原来如此，白珍珍和红姨娘真的就只是为了让我有个念想吗？为何我总觉得此事不简单？对了，小姐，二夫人给您送了些珠宝首饰，不算多好。奴婢听说以前大夫人带来的嫁妆，可是整个东秦都看不到的珍宝。嫁妆，我姨娘让我给你的。她说当年大夫人从哥部带来的东西，就剩下这么一样了。就剩一样了。白珍珍是想提醒我，母亲的嫁妆都上哪儿去了？我娘亲可还有东西留着？这个奴婢不知道，可依大夫人的身份，带来的东西肯定不少。就算人去了，东西也该有个出处。可为何这些年来，府里主子对那些东西绝口不提呢？怕不是不能提，是不敢提。白家用那些东西干了什么勾当，只有白心妍知道。老爷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可是在朝中遇到了不顺心的事？文国公啊，想不到你这些年过得如此可怜，在太后侄女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说，就连世袭的爵位都要被迫传给太后侄女跟前夫生的儿子。您的亲儿子虽是庶子，可将来爵位理应传给他呀。那叶氏跟前夫所生的儿子虽然改姓了白，可到底不是白家血脉啊。我们知道你的为难，也是个可怜人啊。可惜了祖宗留下的基业，谁让女人的权势太大了。老爷如果有不痛快的事，可否与我说说？没什么，朝中的事情罢了，你不要多心。咱们夫妻多年，我是打从心里敬你爱你的。妾身也是，心里装着的都是老爷。不管老爷遇到什么难事，妾身都愿尽最大努力帮您化解。妾身这一生，注定是要和老爷绑在一起的。你兴我兴，你亡我也绝不会独活。那帮朝臣定是受了奸人的鼓动来挑拨我和他的关系。没错，他们定是看我过得太好了，又有太后在后方坐镇，眼红我。老爷，妾身今日来了月信，不太方便，不如老爷去妹妹那里吧。她是妾身的亲妹妹，老爷既疼妾身，理应也多疼疼她才是。怎么？现在本国公连去谁房中都得听你的了吗？